Ladies and 乡亲们，我是从来不割的星辰。2024年7月，正在华盛顿觐见的日本首相岸田，当着一众北约老爷，又一次亮出标准动作，90度鞠躬。作为不到半月连续道歉3次的老工匠，这门艺术对首相先生显然不算大新闻。但真正让世界震惊的是道歉原因：日本自卫队接连爆出的抽象丑闻。随后，统合幕僚长、防卫省事务次官、海自、陆自、航空幕僚长和情报总长等218名高官，或是停职，或是处分。最严重的海自幕僚长酒井良引咎辞职，日本防卫大臣也当众道歉，并在拒绝辞职后自罚1个月工资。虽然规模大得惊人，但更令人疑惑的是罪名：违规处理机密、吃食堂不给钱、冒领补贴、骚扰下属。抛开无法核实的泄密案，其他好像没严重到要如此大规模清洗。另外，这次对于诸多高官的任免居然跳过内阁程序，直接由军队内部处理，一系列疑点让吃瓜群众想入非非。难道这是又下课上搞出谋逆大案了？随着风波逐渐发酵，更多人将注意力转向调查报告里的主角自卫队。好家伙，不愧是亲儿子啊，这捞钱手法都想得出来。也对，反正他们都已经进化到女优征兵广告了，转发加3连，这就是自卫队，听日本说。提到日本自卫队，大家最先想到什么？亚洲第一男枪，还是海自舰长风情店兼职做鸭，亦或是日本第5代真隐身战机跟龙王干架？在中文网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日本自卫队全是士官，战时迅速扩军100万，高速公路起降战机1个月手搓核弹，水管按枪管尺寸制造。东京湾存着数不清的煤铁石油奥特曼，真是这样吗？2024年，日本自卫队发布了一则短片，画风是这样的。不对是这样的。是不是很熟悉？倒不是搜查官系列上新，而是正儿八经的征兵宣传片，主题是多样性。原因无他，因为跟带鹰一样，日本也遇上了征兵危机。自卫队定额24.7万人，但目前缺编约2万。虽然人缺的蛮多，好在招的更少。2022年计划招募9245人，实际只招到4300人。2023年再创新低，而上次实现征兵目标还是2013年。不过，相比于带鹰花1.1亿英镑加52个月搞网站征兵的抽象，日本还是非常实际。经常征兵的都知道，这就好比星辰我找粉丝要3连，你得有活儿啊！通过复盘友善方案拓宽征兵链路，跨端联动海陆空，实现深度共建。自卫队创新性的推出厕所征兵，将印有征兵信息的厕纸分发到中小学厕所，希望学生在蹲坑之余考虑青春归处。美中不足的是，这一妙计很快遭到家长的重拳。眼看从娃娃抓起的战略失败，深感兵丁不兴的防卫省一咬牙一跺脚，他妈的，军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必须出重拳！为了激起宅男们的拳爱国心，接下来防卫省更是纱窗擦屁股露了一大手比如漫画征兵，当各种软萌可爱的2次元少女出现在点缀着军舰、坦克背景的海报，看着有没有当兵的冲动呢？另外，自卫队员还会前往漫展与 coser 亲密互动，甚至拍了不少以自卫队为主角的动画。遗憾的是，虽然手法对症下药，疗效却闹了太套。宅男宅女们对此似乎不太买账臭当兵的来我们2次元要饭了。既然漫画不行，那如果你家爱豆穿着军装呼唤你，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2014年，自卫队邀请 AKB48 美少女组合的青春美女岛崎遥香出镜宣传片。随后，防卫省又与扶桑社联合发行杂志，邀请娱乐明星上演制服 play， 包括歌手熊井由里奈、演员宫井惠里奈、赛车女郎林梦都曾担任杂志封面女郎。相比之下，海上自卫队则更有创意，他们直接举办军舰开放日，请来知名动漫声优上坂锦担任一日舰长。
别急，还有高手呢。2015年，自卫队请来性感女神兼 AV 女优谭蜜拍摄了一组征兵宣传片，尺度之大，诱惑之密，可谓轰动一时。图啥呢？图一乐吗？有道是不羡鸳鸯不羡仙，妇女能顶半边天。自卫队还宣布，预计2030年前将自卫队女性比例增加到13%。没想到的是紧接着就爆出前自卫队员武警李奈公开举报性侵案，5名上司多次对其推倒猥亵，还有不少人围观，而他多次投诉均石沉大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防卫省立即展开自查，发现1300例类似事件，且不分男女。随后，武警李奈入选 BBC 年度100名女性名单，以及美国白宫的妇女勇气奖。这一波免费广告成功让自卫队被公开处刑。当兵打的当甚鸟兵啊！几次艰苦卓绝的弄巧成拙后，为了让新生代玩家入坑，服役要求也逐渐降到中学校规水平。2018年，自卫队将招募年龄从27岁放宽到33岁。2020年，为鼓励00后入伍，海自隆重推出了一项待遇：不当班时可以在寝室、部队餐厅等公共区域上网。2024年更进一步，允许新兵留更长的发型，女性头发只要绑起来时不妨碍头盔。男性也仅要求脑后及两侧剃短，甚至考虑允许有纹身的人应招。什么？你问这些人有没有战力？哎，这不归我们管啊，我们负责招啊。后来坊间有诗一首：新兵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全部招满，彼时是何年。我欲多招女性，又恐再生猥亵，募兵不胜难。厕纸印广告，漫画2次元，邀歌手找女优，轻演员不应有恨，黑丝制服脸蛋甜。人有悲欢离合，兵有良莠残缺，此事古难全。但愿战争日，宅男顶青天。其实日本征兵难除了人口老龄化外，更重要的是待遇，基本是待遇人人喊打，或是看齐牛马，前途提升不大，薪资十分拉胯。2021年10月，日本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宣布，对一名3等空佐处罚停职10天，理由是此人在基地食堂内多次拿取超过定量的纳豆和面包。你们猜猜拿了有多少呢？价值高达175日元。接到停职报告后，这人都傻了，对着记者连连解释，因为是自助就餐，我感觉食物量少，所以多拿了一些。这还不是个例。2021年，三泽空军基地的一名3级飞行中士涉嫌违规饮食，理由是限量2块的面包，他拿了4块带回房间，并且在食堂吃过套餐了。当个飞行员而已，今天就多拿面包，明天敢干什么？我都不敢想啊！停职6天。2022年，入监基地的一50多岁的1级飞行员因早餐同时吃了米饭和面包，受到纪律处分。因为按规定必须2选1，这些事儿还上了热搜。可能是没吃饱挨处分不太光彩。为了以正视听，此后航空自卫队的横田基地多次晒出营养均衡餐，只不过这份颇具思密达风格的巨量套餐随即遭到群嘲。要知道这可是飞行员呐，无论在什么国家都算军队婆罗门，人上人上人。抛开其他不谈，这是美国飞行员的伙食，这是我国的伙食差就算了。2023年，防卫省还宣布，自卫队食堂将优先采购福岛水产品，以支持风评被害的日本水产企业。好家伙，这福气还小得了吗？更暖心的还有工资。据统计，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自卫队员入役首年年薪360万日元，而2021年日本平均工资为437万日元。对比之下，军校毕业生去警局直接能拿到高1倍的工资，甚至工厂打螺丝也比当兵强啊！倒不是没钱，2020年日本军费开支46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9，且近10年一直在增加。但防卫省策划了改装出云号、采购 F-35、标准6导弹等一系列大工程，还遇上了懂王大开尊口，日本必须将每年20亿美元的驻日美军军费提高到80亿，不给我们就撤军。没法子，就只能苦一苦士兵了。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当兵钱不够花咋办呢？好说挣外快呀。应该说，对于挣钱这事儿，自卫队是有优良传统的。比如2战的大阪师团进入新时代也诞生了新方案。
2020年3月，55岁的日本海自舰长森田被自卫队以涉嫌兼职经营风月场所革职。经过调查，显然冤枉他了，因为风情店是他老婆开的，他也就是曾兼职午夜牛郎而已，只不过兼职了10年，甚至担任舰长期间依然为了牛郎事业兢兢业业，奉献青春。而曝光原因更是抽象，毫无界限的森田被记者以服务为名约了出来，一通掏心掏肺后，记者亮明身份，森田当即傻眼。经过调查，森田一通忏悔，父独母病弟读书，刚做10年还不熟，兼职下海赚家用，无奈踏上不归路。据他交代，下海却是因为经济原因，但每年才挣150万日元。另外呢，身为高级军官的他待客极其热情，不仅以公务员的身份公然揽客，还会在工作之余与客人闲聊军舰动向、进出港时间等绝对机密。由于过于罄竹难书的亮眼表现，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为此出面鞠躬道歉。当然了，这种商业模式要么身体素质够强，要么发挥关键特长。普通人难以模仿，但其他人可以干小买卖呀。2020年，自卫队3等陆曹因在部队宿舍偷窃同事钱包和1万日元现金被开除，而他早在2019年5月就因偷钱被处分过一次。更炸裂的发生在2009年8月。一位奇怪的访客将一个光盘交到防卫省，并表示上面疑似是自卫队资料。起初看门警卫并不在意，咱这铁板一块啊，就你还能拿到我们的资料？不过在此人强烈要求下，警卫勉为其难打开看了一眼，然后一声卧槽脱口而出。因为光盘上面记录的是陆自成员的姓名、年龄、军衔、所属部队等机密，甚至还有家人信息、家庭住址。你们猜有多少条？一统计足足14万条。防卫省高层得知后雷霆震怒，这哪是情报泄露啊，这他娘的底裤都快被扒干净了，给老子查！最后发现这事儿既没有科格博参与，也不是 CIA 主导，而是鹿儿岛的1等陆尉兼征兵所长德永安成的杰作。由于此人负责征兵工作，能轻松访问自卫队信息。因为经济困难，几个月前他将资料拷贝后转卖给了一家房地产商，共计赚得100万日元。随即房地产商开始对自卫队员实施了半年的精准推销计划。完成任务后，为避免牵连，直接将资料丢在了路边，这才牵出了自卫队最大规模泄密案。虽然工资好似牛马，待遇极其拉胯，好在自卫队的良好表现弥补了这一部分。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首相立即要求自卫队出动直升机参加灭火，结果人发挥传统美德，抗命拒绝不去。几天后，防卫大臣出面才勉强同意，但之后出动计划又多次推迟，理由是测出核辐射浓度较高。嗨，1个月3000块，玩什么命啊！直到地震6天后，电视上才终于出现自卫队直升机洒水降温，但大部分离着老远，放完水潇洒转身，甚至积极性还不如驻日美军。不仅如此，陆自第一防护中队的正藤子一郎在接到增援福岛的命令后，在责任心的驱使下，仔细回想了参军的初心。第2天趁夜从基地偷走一辆卡车，逃回东京，最终被警察逮捕。跟他们一比，欧洲老爷兵都算训练有素的。Well, apparently the American troops in Germany are also drug-ridden. They don't know which side they're on anyway. And during the last NATO exercises, the US troops dispersed and picnicked in the woods with lady soldiers. What about the other NATO armies? Oh, they're all right. On weekdays, anyway. 可能大家都知道，印度潜艇差点击沉自己的乐子，但日本海自也曾出现名噪一时的反舰保温箱。2007年11月14日夜，停在横须贺的主力驱逐舰白根号突然起火，大火烧了8小时才扑灭。队前指挥室、武器管制室的精密设备被烧毁一空，预计维修需要100亿日元。哎，你们猜猜起火原因是啥？原来是军舰的一便携保温箱过热导致的起火。由于保温箱是中国制造，日媒借此大肆宣扬中国电器故障引发日本军舰大火。但打脸的是这货是2名队员私自携带并且违规接线导致。
而且起火后无人值班，导致火势蔓延。1年后，同级的鞍马号更丢人呐！刚刚结束阅舰式，在返回基地途中，一头撞上韩国货轮。更离谱的是，韩国货轮安然无恙，鞍马号舰首起火烧了半个小时。据称是舰首用了可燃涂料，并且还堆了备用的。军舰上用可燃涂料，很喜欢笔友的一句话啊。而今年的218个处分大名单里，还包括数十名海自潜水员没有执行任务，但冒领补贴，涉案总金额数千万日元。川崎重工为海自建造12艘潜艇，由下属的神户造船厂定期维修。但维护部从2020年前便开始要求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用于向海自潜艇队员行贿。陆上自卫队也不遑多让。2016年，在北海道的移动迎敌训练中，内容是2人伏击卡车，7人回击掩护撤离。坏消息是，原本的演习空包弹被误用成了实弹。好消息是，一番激战，双方对射79发子弹。您猜怎么着？无一中弹，安然无恙。坏消息是，2人因战术姿势不到位，被弹片划伤。2015年的自卫队开放日活动中，为向民众展示90坦克卓越的机动性，日方专门安装了供观众乘坐的平台。正当观众兴致勃勃体验时，坦克底部突然大量红色油液漏了一地，日媒打出了大标题：悲报90式坦克大出血，无法行动。2018年，陆上自卫队在演习场实施迫击炮训练，结果一枚迫击炮弹偏离射击场，精准命中国道上的行驶民用车。事后查明是分队长的命令输入错误导致。更抽象的还是今年7月，陆上自卫队在山梨县一训练场组织手榴弹投掷训练，结果一人被队友投掷的手榴弹碎片击中，当场去世。2022年，日本警察破获一场120人的超大规模的多人派对，结果发现主办人包括一名自卫队军官。警察到场时，他还在跟一名护士翻云覆雨。而自卫队丰富多彩的生活还远不止这些，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此处我有一联，上联待遇低，薪水少，空军食堂吃不饱；下联当牛郎告引怕，临阵脱逃终被抓。1950年8月，在美国授意下，战败国日本组建了一支警察预备队，掀起了战后重新武装的序幕。1954年7月，日本改组成立陆海空3大自卫队，自此自卫队成为被冠之以自卫之名的实质军事力量。冷战后，自卫队屡屡扩张，大力发展海空军事力量。日本内阁更是多次谋求修宪，让自卫队正规化。然而，在这一系列昭和参谋的勃勃野心的背后，站着的却是自卫队如冢中枯骨一般的事实。以陆自师团为例，炮兵、防空、工兵等技术兵种极少，驱射火力仅12门120迫击炮以及不多的155榴弹炮。侦察兵缺乏无人机，甚至还有摩托车侦察兵，更不用说缺乏高规格的训练场和高水平演练机制。至于素有美军太平洋反潜分队之称的海自和空自，不好意思，大人，时代变了。一支军队最重要的是什么？装备吗？请看全美械的阿富汗伪军不到半年转进，身体素质亦或是指挥理论都不是，而是精神。自卫队成立之初，穿着制服走在街道上，甚至会被扔石头。如今，自卫队依旧是日本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对的，它甚至只是一份工作。以地震中的救灾表现而言，一个国家的军队连为本土安全都无法做到牺牲自己，又怎么能指望他能保家卫国呢？